大家好，未来2-3个周，全球经济政治局势就会进入紧绷时期，股票、金银都会出现大幅波动，而这种波动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今天我就要通过川普对伊朗和格陵兰岛的行动，深入挖掘一下最近的投资方向。再次声明，本频道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股票相关的都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盈利亏损概不负责。先说伊朗，很多人都觉得川普不会空袭伊朗，因为一旦空袭就会招致伊朗的大规模报复，以色列还有美军在中东的驻军都会遭到危险，所以川普有顾虑。这个是上个周的想法，所以黄金跌了。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美国它一定会空袭伊朗，只是时候还没到。一场灭国的战争，它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达到一击毙命的目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最新收集的情报，亚伯拉罕核动力航母已经在这个周末通过了马六甲海峡，现在离霍尔木兹海峡还有5天，周末就可以到位。15架 F-15 战斗机、4架加油机已经从英国降落约旦，美国 C-11 运输机队已经在印度洋的格加西亚岛降落，而英国皇家空军也已经降落在卡塔尔旁边的巴林。这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川普在为攻打伊朗做出非常大规模的准备，而且伊朗现在内部也是非常惨烈，抗议人民死亡惨重。昨天晚上，伊朗国营的卫星电视还遭到黑客攻击，王储里萨巴萨维出现在全国电视上，号召伊朗人民继续抵抗。昨天的美国参议员 Ted Cruz 接受 Fox 新闻采访就说，今年有很大可能我们都会看到委内瑞拉、伊朗、古巴同时变天。所以今年的世界政治局势就会一直动荡打完伊朗就是古巴。我想有些人肯定会跳出来说你看美国就是这么的霸权，就是喜欢欺负伊朗，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怎么的。有这种想法的朋友我基本可以确定你的财富水平基本上还在温饱线上下波动，非常危险。一个人的财富状态是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高度相关的。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这个伊朗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美国。在伊朗国内还有一个节日叫做 Death to America， 这个在每年的11月4日，这个时候哈内密耶就要求全国人民去街上高唱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而且现在伊朗每周5的清真寺祷告也会像念咒语一样反复说这个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这2天我还听说了伊朗要刺杀美国总统川普所以如果你是作为美国总统，你紧不紧张当你看到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伊朗为什么要在每年的11月4日举行全国集会庆祝美国去死？因为现在伊朗的前政府是巴列维王朝，他是美国的朋友。在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的时候，10月4日，伊朗学生就冲入了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外交官和人质，然后关押了他们444天。这50多年过去了，哈内密耶还要把冷战时期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口号拿到2025年再次喊，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叙事他的故事就是要这么进行下去。现在这个时期还这么做，那就是自讨苦吃了。川普看准了这个时机就一定要狠狠地干他。所以伊朗灭了之后，美国会把他的航母再次派回加勒比海，这时候就可以封锁古巴了。到时古巴已经没有了所有的经济来源还有武器支持，所以灭掉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川普现在还没有发动对伊朗的进攻，主要是他不想让美军陷入当年伊拉克的境地。15万美军8年的时间打没了2万亿美元，这个消耗对美国来说也是太大了，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所以这次川普就是要准备好让伊朗一击毙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上周大家看一下，川普说不打伊朗了，所以黄金白银就跌了。但是台积电超厉害的财报就把芯片上下游的科技股给推了高点。我上周把黄金50%的仓位卖了以后补入科技股，但是又觉得川普经常会在这个节假日还有周末发动一些什么军事攻击或者是出什么政策，所以在周5收盘的时候又卖出了，做了一个短线，准备在这个周再买入黄金股。但是谁知道川普真的是在周末对丹麦、英国、德国、法国还有8个欧洲大国征收了10%的关税，还说6月1日再提高到25%。所以从今天开始，纳斯达克期货就开始下跌，黄金白银也开始大涨。这些都是危机和机会具体的投资策略我在后面会说。我们可以先讲一下格陵兰岛。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收购格陵兰岛就是天方夜谭一个国家的领土怎么会被卖掉？卖掉就是丧权辱国，无颜面对这个列祖列宗。
这个想法都是看多了老佛爷李鸿章的故事形成的固定思维。从历史上来看，欧美国家领土交易非常常见，摩纳哥就是卖了88%的土地给法国，这也不妨碍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很大一部分土地也是他买来的，路易斯安那州就是1500万美元从法国买的，德克萨斯州是从墨西哥买的，阿拉斯加是从俄国买的，还有美属维京群岛是1917年美国花了2500万美元从丹麦买的。丹麦和美国从历史上就有土地交易的历史，所以在1940年和1945年，美国还2次向丹麦提出收购邀约，收购格陵兰岛，但是都被拒绝了。所以这个买卖领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有可能达成的 deal。如果格陵兰岛的这个 deal 真的能达成，我们就一定要提前布局一些股票，这就是历史给你的发财机会。如果你看过电影《教父》还有川普交易的艺术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川普一开始会给丹麦一个无法拒绝的交易接受了就是双赢，你不接受那就对不起了只能怪你不识抬举。现在欧洲是反对特朗普收购格陵兰岛，但是国内现在欧洲也是乱七八糟的移民问题一大堆，所以他们很难跟美国对抗。这次川普对欧洲大国加税，这个德国一听，他就立刻把派去格陵兰岛的10几个士兵给撤了回来，时隔就这么1-2天。北约是需要美军的资金和军事支援的，美国防守格陵兰岛对他们是非常大的好处，因为他们不用出钱建设这个军事基地，美国都帮他们干了。如果他们自己去部署军队的话，还要花大量的钱。所以呢，最终我认为美国一定会获得格陵兰岛。但是大家注意这个过程会有很多拉扯。美国在欧洲还有8万亿的资产，欧洲也会用这个很多手段去反制美国。所以在未来，谷歌、Meta、Amazon、苹果这些横跨欧美的全球类企业可能会成为欧洲的人质，他们的股价就会在未来表现的应该不会太出色。而英伟达、阿斯麦这些更会受到欧洲的胁迫也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就是不确定嘛。股市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一不确定就会下跌，就会震荡。但是这个下跌是好事可以逢低买入，这个危机一定会度过。我们现在就总结一下现在的趋势：美国要打伊朗，古巴要收购格陵兰岛，这所有的目的都来自一个原因，就是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国家安全。这是写在他的国策里面的发展方向。收购格陵兰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2025年5月20日，川普宣布建设 Golden Dome 金穹太空导弹防御系统，要投资1750亿美元。美国现在要使用最先进的太空技术，在2028年之前打造一个覆盖全球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仅仅是地面，它是一个地上地下的联合的太空级别的防御系统。而这个格陵兰岛是美国金穹系统在地球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节点，有了它，金穹就可以覆盖整个北极圈，侦测和抵御来自俄罗斯还有中国的洲际和超高音速导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我们的投资未来的方向就是天上的军工和太空的相关产业，而在地下的就是美国本土和格陵兰岛的基建、能源、矿产等产业。当然这一切都是要围绕 AI 科技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产业支柱来开始的。大家做投资的时候要明确一个逻辑，就是你一定不要等我刚才说的这所有的可能性都实现了以后你才去投资。比如哈雷梅伊已经倒台了，格陵兰岛已经被美国买了，等你到这一切都已经落地的时候呢，一切都晚了，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必须在这个未来是一种似有似无的量子叠加态这个时候你去承担别人看不见看不懂的风险，这个时候才买入，才能赚大钱。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不会实现，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美国会因为局势风险的提升，愿意往这个太空砸钱，往军工砸钱，往科技砸，我们从中获利就可以了。我们做投资就是要把握了这个世界的趋势，等到所有的利好都出现了，那就是要出手了。所以在未来的3年，地上的除了我之前说的地缘风险必备的防御性金矿 ETF GTX， 还要投资全球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公司 CAT 卡特彼勒。这家公司出产的采矿机、挖掘机、卡车都可以成为美国本土 AI 数据中心建设、格陵兰岛的矿场建设和军工建设的重要工具。这些矿场和军工能不能获利也不知道但是
卖铲子的人一定能获利。这家公司就是淘金热里卖铲子的公司，而且卖的都是全自动的挖掘铲子。军工我之前说过 ，ETF 是 SHLD， 这个是全球的军工企业，包括欧洲的，也包括日韩的。美国本土的军工加航天有一个非常好的 ETF， 叫做 PPA。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ETF 啊，名字就叫 UFO 啊，都是和宇宙飞船相关的。2026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太空相关的股票，因为马斯克的 SpaceX 很可能就在今年上市，预计估值啊是1到1.5万亿美元。SpaceX 其实就是一家军工企业，因为导弹和火箭的技术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卫星飞到天上，既可以监视，也可以窃听啊，都加个模块就可以。所以美国战争部长海格莱斯最近就进行了一个叫做自由军火库巡回访问，其中一站就是去的 SpaceX。今年美国军费要提高到1.5万亿美元，而且空间和军工的企业其实就这么几家啊，一家就是 SpaceX， 还有一家可以发射火箭的就是 Rocket Lab。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都是美国的金琼项目的重要的供应商。水涨船高 ，SpaceX 上市，太空卫星股票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大家就注意了，我说过啊，等到真的上市的时候再投资就晚了。SpaceX 上市之后，就是我要清空太空相关股票的时候了。关于 SpaceX 太空相关的投资方向，我可以给大家专门开一集讲一下。大家想听的话，请多多订阅，多多点赞，尽快冲破5万人，给我一点鼓励啊！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专门属于那个时代的投资主题。巴菲特那个时代就是在2战刚刚结束，一个叫 Baby Boom 这个时代，他就是抓住了长达40年的美国世界人口爆发、和平、中产阶级崛起的这些红利，他大力投资了保险、可口可乐这种金融和消费相关的股票啊，成为股神。而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都在面临一个低生育率的世界，人口红利在减少，大家都不生孩子了。不生孩子的话呢，那房产、消费啊、金融、保险可能就会下降。消费在美国现在还行，在其他国家其实都很艰难。所以啊，我们要在下一个时代获利，就要投入一个改变整个时代的下一个10年、20年的产业方向。就是我之前几集讲过的供应链重组、国防军工、美国新的基础设施，还有 AI 算力、战略资源等等的。我们要迎接的就是 AI 太空时代和新的世界秩序的到来啊 ，The New Order。最后提醒大家一下，股市高位，黑天鹅随时出现，千万不可梭哈，一定要有3到5成的流动现金，随时等待抄底。要记住啊，这个你的财富和你的意识都是相匹配的，一定要看清整个世界。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